千里无须须，腥风血雨，战火熊熊烟尾去，飘来阵阵文明曲。一根寒风习习，不说迷离，笑颜起，目若炬。少年壮志为大义，尽付心中的命运，是谁注定？千信念里，始终有光明。无情的战役，满腔热血变传奇。每个人，每颗心，每个渺小的生命。阳光大道苍山，追梦之处觅生机。可逆境可期盼，心中能丰满心底。看少年携手冲破那无声的硝烟，伴着曙光肩并肩，哪怕再危险，不顾一切，我一定会坚守在你身边。这梦想一如永不熄灭的火焰，岁月做誓言，希望似流星划过天边，要做骄傲勇敢忠心不变的少年。我就不打扰二位休息了，我这就把门锁了。哎，别急啊，丁二兄弟，我还有些事儿想求教一下。哦，请讲。你这钥匙是怎么来的？门口守卫都去哪儿了？其实，我大宋朝这些当兵的跟咱们都一样，也是贱民身份，都刺着刺呢，没前途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当兵的都是自己人？也不能完全说是吧。假如想逃出去，那就很难。但是像咱这样夜间走动走动，却方便很多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不早了，你们早点休息，告辞。哎，慢走啊！感觉要出大乱子。这些人组织严明，所图极大。你说，王宽他们会不会是被这些人抓了？有可能，最好能接触到那个什么传道尊师，此人暗中操纵一切，定是个心机深沉之人。你准备偷什么兵刃？匕首什么的当然不行了，要偷，就偷个大的。哼！你再说一遍。我要偷些弓弩。你偷些，一把都不能给你。若真有这样的犯罪联盟，我带人扫平就是了。你手底下还有多少兵信得过？那我还可以从外面借兵啊。那恐怕算是营头大人的失职了吧？但暗中操纵一切的传道尊师还没有找到，扫平些喽啰有什么用？那也不能借给你弓弩。我就要弓弩。不行！我要！不行！我要！不行！我要！不行！好啦。您可以去问陆官年，看他会怎么安排。如果就算出了事儿，你把罪责推到他身上不就行了？好吧。哼。二兄弟，过来！去吧。走。哎，谢谢。真的啊！太好了！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去找传道大人。哎。传道大人，走，偷到了几把兵刃，几把，不会只是把匕首吧？
这是什么？兵器库房的钥匙。你把兵器库房的钥匙偷到了啊？库房众多，只是其中一间。这样，我先确认真假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一定带你去见传道尊师。太好了。江城，袁大哥，袁大哥，过来过来！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传道尊师要见你们。那太好了，麻烦丁二兄弟带路。来，你猜那传道尊师是谁？我猜是牢城营将校级别的。我猜就是他。你怀疑丁二？最不可能的才是隐藏最深。愣着干嘛呢？快点啊！走吧，王坤他们下落就要知道了。传道大人，袁大哥来了。好，太好了，你做得很好。范库房的弓弩，传道尊师很是喜悦，他决定要亲自接见你们。真的吗？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也留下吧，给你机会见见我们的传道尊师大人。谢传道大人。你去把传道尊师请出来。是。哎，我们已经把地下的几个地窖段子挖通了。传道尊师从来不在牢房出现，他总是在地下密谋一切。啊！
你觉得最糟的结果是什么？最糟的结果，迎头就是传道尊师。还有更糟的结果，这人就是陆观念。我先大胆猜测，这样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，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。尊师大人，那二位就是偷得库房钥匙的豪杰。结果，结果啊，尊师大人，你们认识？你抬头。小娘子有几分姿色啊！尊师大人，身体有恙，速速退下，全部退下。尊师大人，我单独跟这小娘子聊聊天。他们可是结发夫妻。你姓什么来着？在下姓袁。我单独跟你妻子谈心，你怎么看？这真是贱内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看，这个岂有此理！我说话根本没人听是吧？我这身份还有没有用啊？哎，尊师息怒，丁儿，赶紧把袁兄弟带下去。哎呦，快走！你也退下。这个我就，小娘子都不给我啊！这尊师谁爱当谁当，你当，你来，你来。尊师我错了，我退下，我退下。真没想到，传道尊师会有这样的要求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大人物能看上贱内，实在是福分啊！啊，你的心态实在是太好了。传道大人，您怎么也上来了？
尊师非要跟这位元兄弟的夫人单独相处。那个，不过，主要是谈谈人生，元兄弟，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我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哎，总算把你们等来了，赶紧叫我出去！你都传到尊师了，还救什么呀？我这尊师就是用来送死的。哎，先告诉我，你怎么混上尊师的？我被认出来了。认出来了？啊！停！那个守卫怎么会伺候你呢？说是我以前当街闹事，他远远的看过我几眼。哪次闹事啊？我闹的事比吃的饭都多，这哪记得起来啊？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爹殿前太尉啊，他一个小小的营房守卫，肯定得把我供着吧。然后呢？接着说。然后，这事就传开了，结果全部都知道了。元兄弟啊，你看开一点啊！哎，你知道这位尊师大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他是殿前太尉韦卓然的公子。你想想，殿前太尉是什么人物？整个御林军1/3都在他的麾下。你再想想看，这位衙内要是亲自率领我们冲出牢城营，他爹能不保他吗？我觉得得保。就是啊，等我们杀出去之后，有这位殿前太尉替我们撑腰，你还怕什么呀？对呀，我们怕什么呀？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么多人都认识衙内，我能骗你吗？我妻子和衙内这关系，我岂不是和衙内都算亲戚了？然后那个号称传道的家伙，非逼我当着传道尊师啊，到处跟人说我和我爹的身份。最惨的就是把我关在地底下，我也没法跟人解释啊。他这是把你往火坑里推，等将来出了事，全都赖你身上。你爹要是想救你，就先得替他们把麻烦解决了。哎，幸好你们来了，赶紧把我救出去吧。王宽他们人呢？不见了。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啊。你跟他们一起来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被认出来就没法一块行动了。王宽说叫我假装不认识他。那他们人也不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呀。好像小景说他们要去洞里采石场。其实我劝过他们别进去。你为何要劝？营头没告诉你吗？那个山洞里是什么？采石矿洞。为什么封上了？挖得太深，出了怪事儿，里面死了不少人，说是挖到了山鬼的住处，所以就给封上了。你相信有山鬼？山鬼？我怀疑王宽他们被山鬼抓了。哎，现在能救我出去了吗？人手不足，救不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你呀，就先开开心心的当你的尊师啊。
等我回去告诉陆掌院，把这里一网打尽，然后再到洞里去找王宽他们。行吧，那你们动作快点啦。传道大人，你也别太焦急啊，放宽心坐一会儿。这种事儿，想开一点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我有什么想不开的？这又不是我的女人。对啊，那您急什么？我下去看看，你陪着她。哦。尊师大人，我进来了。这是一身汗酸味儿，这姑娘几天没洗澡了。尊师大人，这牢城营里不是开封，这里用水不方便。那，你找水让她冲一冲啊，然后再送回来。这一时半会儿的，可实在找不到啊。要不，再过几天，等出了牢城营再说。行吧，行吧，走走走，让他走。这味道真倒我胃口。上去吧。尊师大人，在人人出了牢城营，什么漂亮姑娘都有啊。造反出牢城营，我就是死罪。有令尊在，必定安然无恙啊。来来来来，可有收获？尊师嫌我不曾沐浴，坏了心情，把我赶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丁儿兄弟，咱们能不能在牢城营里找点水啊，给他洗澡，洗干净了再给尊师送过去啊？牢城营里没那么多水，这就麻烦了。你说这尊师也是，不洗澡多大事儿啊，挑三拣四。他爹可是殿前太尉，从小锦衣玉食，那眼光当然高一些。哦，对，是大官。听到没？好好伺候人家，将来都是一家人。到时候我再认尊师的爹做个义父，这一家岂不是其乐融融？袁大哥交朋友的方式真的是别出心裁。哎，过奖过奖。啊，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走吧。哎，今天见过尊师的事，别说出去。嘘，守口如瓶。走啊！我再啰嗦两句。这些日子啊，尊师大人只要不做傻事，性命必定无忧。到底什么时候要起事啊？快了，等人死够了，时候就到了。你要杀谁？尊师大人，你就安安静静的做我们的首脑就好，这些琐事你就别多问了。哎，今天真的是麻烦丁儿兄弟了。哎，如果什么时候尊师再对剑南感兴趣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让他好好准备。你自己觉得呢？当家的都没意见，我能说什么呀？毕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
嘿嘿嘿嘿嘿。演得不错呀。嗨，比不上你，你把这个坏男人演得活灵活现的，真的。衙内那边怎么说？这些犯人准备起事脱狱，拿衙内当挡箭牌，再利用他爹的身份，事后抓捕。那要这么看来，衙内那边一时半会儿是没有危险了。那王宽他们呢？好像在山洞里。脱狱这件事情迫在眉睫，咱不能再等了。你怎么打算？明天我先去找营头，然后出营去找陆观年，让他派兵镇压这件事情。之后再搜查山洞，把王宽他们救出来。就这样啊？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山洞里看一看，起码有一个他们切实的下落再说。你觉得你打得过薛英吗？他比我强些。那你觉得王宽比咱们笨吗？王宽是挺宽人的，但绝对不笨。那不就得了？他们俩已经文武双全了，外加一个小景，比咱们俩强吧？就这样都失踪了，你说如果咱们俩再进洞去，也陷进去，谁来救咱们呀？我只是觉得，长院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，如果我们现在就走了的话，显得我们办事不力。不利就不利吧，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安全。那这样吧，明天我去洞里探探虚实，你不用去。咱们俩说好的，进营之后听谁的？我就是想再努力。说过没？说过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先出营，后面的事情交给陆观年去解决啊。累了一天了，睡觉。我是有多好看，一直盯着我。我是在想啊，你不进山洞是怕不安全，那我呢？你什么？我打算一个人进去，不影响你的安全啊。你干嘛不让我去啊？你说这因为什么？啊，难不成还是我担心你的安危？我正在想这个可能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担心你的安危？因为我好看又聪慧，特别完美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你最好不要爱上我，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嫁人的，免得回头你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。呵呵，我现在就已经生不如死了。反正我已经提醒你了，睡觉。别看了，再看沉迷了。原谅我吧，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过这么自恋的，得多看两眼。我自恋吗？你还不自恋吗？那你说说，你见过比我好看、比我漂亮的姑娘吗？你见过吗？睡觉。现在准备去见营头。你先去吧，我在这干活。干嘛？两个人一起走，太显眼了。等会儿再让营头找个理由把我叫出去。那也行，说好了，今天就出营。我知道。大哥，营头大人说要见我。要见你，不信你去问他。行，走吧。走，别偷懒啊！
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说什么？袁大哥分明是把你当做投身的筹码，这样对你，你也能忍下来？不忍又能怎么办呢？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去做啊！也只能这样。为什么？谁让我嫁给他了？就这样？那你心中就没有不愿？三纲之中，夫为七纲，他决定什么，我自然要听。所以，父子夫妻的名分一旦定了，人也就被绑上了枷锁，一辈子都逃不开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重要吗？反正已经在这儿了，只要不是杀人放火，应该不久就能出去吧？出不出去也没什么区别。嗨，我们虽然认识不久，丁二兄弟已经对我心生怜悯，由此可见，你本质还是个好人。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好人能进这儿？谁都犯过错吧？错一次不能盖棺定论。已经进来的人，就无法回头了。人活着难免落难，这地方虽是黑暗，但只要你守住本心，总有出去那天吧。未来岁月还长，定能从头再来。出去？其实我也没想着要出去。怎么，你还喜欢牢城营？因为我没法从头再来。只要愿意，谁都可以。刚才你不是问我怎么入狱的吗？我家有点产业，我长兄过世的早，本来家业该托付在我身上，我父亲却防我如防贼一般，恨不得我早死才好。或许只是误会。要是误会，怎么会把我送到这里来？所以我出去有什么用？啊！你就没想过反抗吗？你自己什么都听你家男人的，有什么立场让我反抗？我是不行，但我有个朋友，他就可以。赵简，爹的话都不听了。您是我爹，您教我养我，我都记得。只是如果您说什么我都听的话，那我究竟是个人还是个木偶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爹。我记得，只要您说的话是对的，我自然会听。爹的话怎么会有错呢？如果您说的句句都对的话，您又何必教我读书？读书，为的就是明理，明理，求的就是能辨对错。阿简呐，爹让你成亲，爹不会害你的。倘若我今天听了你的，就这么嫁了人，便是把自己藏在了深闺里。那样的我，与死人有何异？爹，我走了。我今日走，是为了求我心中之路。世间万物阻我，不死便不屈。只是父女之情，从未敢忘。您还是我爹，多保重。
追寻心中的路，哪怕三纲五常，世间万物都不退让。我那朋友就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世上怎会有这样的人啊？你父亲给你身躯，养你成人，你敬他爱他理所当然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能定你生死。你的路该自己走。他的话比世上任何人都重要，但若是错的，就不能妥协。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？你自己想想，我再去搬些石头。他不能定我的生死，我的路该自己走。是啊，我担心王宽他们都被洞里的山鬼抓了。你决定出营了？没错。你让我去弄一库房的兵刃，说要查什么传道尊师，结果打算就这么走了。查到了，那传道尊师是我们自己人。你们的人？是时候该收网抓人了。之前你还说我手底下的兵信不过，所以我要出营啊。后面的事儿就交给陆关年去解决。真要用到外面的人吗？真要抓人的话，我也可以从外营借兵啊。外营？牢城营内看守并不很严，因为呢，最精锐的部队都在外营。营门之外还有营地？对，内外两层守卫，互不干涉。就算我这边有问题，犯人也不可能渗透到外营去。哎呀，毕竟是我辖内的事，这鲁关年出手，我这不好做呀。你能调动外营的兵？只要理由充分，多少得给我点面子呀。哎呀，看你对这事儿上心了不少啊。哎呀，不瞒你说呀，最近有人盯着我。谁？不知道。哼，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哎，出于习惯，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在门缝里夹根头发。可是从昨天开始，我发现头发掉在地上，有人进过我的房间。风吹的吧？不可能，夹得死死的，怎么可能吹掉呢？而且，连我的住处也偷偷有人潜进去过。少了什么东西吗？就是什么都没少，才让我感到担心呢。我怀疑啊，他们是要对我动手了。也有可能，犯人要杀出牢城营，最大的威胁就是你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去外营借兵。别急啊，我先回趟采石场。那不是要连你一起抓了？我要趁机制服首脑，避免引发乱局。也好，那你就先回采石场，我马上从外营调兵过来，控制所有的犯人。
第二兄弟，哎，第二兄弟，是你？我家婆娘呢？刚才还跟我说话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你们说话了？说什么了？你把他推到传道尊师那边，眉头都不皱一下，现在又关心我们说什么？我就是好奇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他给我讲了些道理。什么道理？人该怎么活着？二位聊得如此高深呐。有些话我得问他。他人呢？我刚才也是这么问你的。我找一下。怎么神神叨叨的？